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来示范数学类型的题目、语文类型的题目以及图像类型的题目，这三种我们要怎么去用？我们会把题目分成三种，一种是传统的纯文字的数学题，另外一种是传统的纯文字的推理题，第三种就是GMAT 心智里面的 Data Insight。有一些时候它的题目会搭配着图表跟搭配着表格，有些图表是典型的非变性，那我们要怎么去做检讨？那我等一下示范呢，主流会是以 OpenAI 的 ChatGPT 的模型也是最新的模型 O3来做示范。但是我也会等一下去提到说其他的模型，如果你要用的话可以怎么用？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高阶的 AI 是蛮竞争的嘛，除了像 ChatGPT 的模型之外，还有像 Cloud，还有像是那个 Gemini，就是 Google 的，然后还有像最近横空出世的像 DeepSeek，或者是像是 Elon Musk 他所出的 Grok，这些模型各自都有高阶推理的功能。那我等一下会去讲一下，我会推荐你怎么去用，不管你是付费或者是免费，你都可以用到想要的功能。我们现在开始来看哦，各位，首先第一个，我先讲一下，就是说这些模型呢，我都会建议大家都可以试用看看。你最后想选择哪一个都没有问题。就像我刚刚讲那么多公司，他们各自都有高阶推理跟正常推理的模型。那我自己呢，一直以来都在用 ChatGPT。那 GPT 模型是我自己用的比较习惯，我也觉得它的能力一直走在整个业界的前沿。不过它有一个点，就是说你必须要去订阅啦。那我当然知道，有些人不一定会习惯去订阅。它订阅有两种，一种是20块的 Plus 版，一个月20块美金。另外一种是一个月200块美金的这个高阶版，那这个我觉得就不用了。高阶版的话呢，当然它能力会稍微强一点，可是我们就不是美国人，我们也不是瑞士人。对美国人来讲，可能200块就是 maybe 西岸的人maybe 加州人他可能就是一顿外食，但是对我们来讲真的不行，我会建议20就够了那ChatGPT 要不要用免费的呢？就不要用免费的，因为免费就没有高阶模型。它的模型有很多种，如果你免费的话，你可能会用到的是4O。那4O 的话，它比较擅长的会是 verbal，比如说 CR，比如说 RC。但是如果你要用到像 DI 或者是像是数学那边做困难的题目的数理计算的话，4O 是绝对不行的。4O 的数学是非常非常的烂，它并没有针对数学去做 optimize，所以我就会建议你要的话就是去升级到每个月20块美金，反正你可以随时订阅，随时放弃。我们先讲数学要用什么模型，O3是目前为止最先进的GPT 这个系列里面最先进的就是高阶推理跟高阶计算模型。但是 O3有分两个，一个是 O3 mini，一个是 O3 high。当然未来可能会再更动他们随时都在变嘛。去年底才推出 O1 的 O1 Pro，然后呢又马上又要变 O3这样子。那这两个模型里面呢，如果是纯数学的题目，就像我等一下要示范的，我会建议你用 O3 mini 就好，不用到 O3 mini high。当然这个的能力又更高一点，mini high 的能力更高一点。但是呢，各位要注意到这两个的每天的用是有 quota 的，每天的用量是有 quota。这个的 quota 是一天150则，这个的 quota 是一天50则。一天50则，有点说就是要珍惜一点嘛。但一天150则，我们基本上不太去珍惜，没有关系，因为你一天肯定不会去练到150题这么的多。那这两个里面呢，如果是针对纯数学题的时候，其实 O3 mini 就已经够用了，这个我已经帮你试验过了，所以我会建议你，如果是纯数学题，举个例子，像这种 TPA 题，就是 TPA 里面那个 two part analysis 要你选两个项，左边选一个，右边选一个，然后都是数学，不是做语文推理，因为 TPA 有分两种嘛，two part analysis 有分类逻辑的，也有分类数学的。像这种就是很明显答案要你选数字，就是纯数学题，或者是数学里面那个5选1的题 PST，或者是数学相关的条件题，像比如说这种条件题，我就会建议你直接用 O3 mini 就可以了，这种它来解是没什么问题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知道大部分的同学他会直觉想到的用法，直觉想到的咒语就是这样子告诉我这道题怎么解。当然，你加个中文，它就会用中文跟你解释。那它跑出来的确，我们看一下好像这道题目它的这个答案是190跟210，它就大概来讲说一个剧院500个座位，那其中呢有一些是主楼的主楼的是50每个座位50块，有一些是在第一个阳台是45块，然后有一些是在第二层阳台是在35块，在楼下的是50块然后呢，在楼上看台的是45跟35。接下来跟你讲说那全部卖完之后，总共500个座位卖完之后，总共是20900，就跟你去加个条件，是说这3层座位里面，第二层看台的座位是最多的。然后请你根据这些条件去算出可能的第一层阳台跟第二层阳台的组合。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确是可以帮我们去做到一步一步的解释，一步一步的计算，然后并且到最后这个地方它的答案是对的，就是刚刚讲的190跟210事实上 O3 mini 已经可以做到几乎是不会错的了。但是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解释好像有点太硬，尤其会出现在一些比如说跟实际故事相关的题目、应用题里面，你会觉得这个解释有点太对你来说太硬了。这个时候你要让它软化，你可以用这种指令说，你在解释的时候呢，请你使用高中生能够听得懂的语气，就是等于说把你当高中生来教，然后让思路解说是详细易懂的。你可以看到他在这边解说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先跟你去解释这个故事，再跟你去解释这个故事要怎么去列示，再去跟你去做慢慢的这个移项跟结合选项挑选的这个答案这样子。那最后答案当然也是一样的，只是它的解释方式就会变得比较更适合一般人去阅读。当今天他得出了答案之后，但是他的答案有点太硬了，你希望它软化的时候，你可以用请用高中生或者是请用国中生能听得懂的语气。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有些同学数学它是比较强一点的，数学比较强的话，就会觉得哇，你这个建构式数学的解法就写的这么详细，其实浪费我的时间，而且我在考试中有可能也不会是这样子一步一步走，你会觉得说我数学我在考试中就是要快啊，像这个题目我们就说这种 TPA 的题目在考试中最多就是3分钟要去解完。那你这种一步一步的走，怎么可能3分钟解完？我希望知道有没有考试中更快的捷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指令，这个指令大家都不用去抄，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会宣布给大家。你可以说，请给出一个人类3分钟之内是纯用纸笔能够快速解题的捷径。当然，我们都知道，考试中虽然是有计算机嘛，可是那个计算机 DI 的计算机烂到跟没有一样，它不能跟你的键盘也联动它要你用滑鼠一个个点，所以就有当没有在用了。所以你看我这边就是说，我们就模拟考试的情境，人类3分钟之内纯用纸笔能够解题的捷径。那原则上是什么呢？第一个，计算量希望越少越好；第二个，希望计算数字越简单越好，计算式越简单越好。再来就是，如果今天考试中我们有一些技巧嘛，比如说目测，比如说猜数字、代数字，如果这些技巧能用的话，你可以尝试去使用。那么它这个时候就会去生出一个新的方法。我们看一下这道题目它原本的做法是什么？它原本的做法是老实巴拉的，直接给你去列出题目所有的条件，3种座位加起来500，然后3种座位的营收总额是20900，然后开始做大移项，先今天把这个 x 换成500减 y 减 z，再把它带进去之后，乘出一个超大的数字25000减 50y 减 50z，然后再移项之后呢，有没有看到变成这样子？然后再把常数项移到右边，然后呢再容式除以5，最后变成 y 等于820减 3z，然后再去代入，非常标准、非常正统的、很有逻辑的解法。但是我们来看刚刚加了另外的指令，说我们要快速解法之后，它给我们什么东西？当我们说要快速解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的想法就会变成说，假设先把3种座位，你看我们刚刚不是说，来我们重新回顾一下题目的内容，说3种座位加起来是500个，3种座位的票价是35、45跟50，它的逻辑是怎么样？他把它改成说，我们就先假设所有座位都是卖35块。但是其中有一些座位卖的更贵一点，所以你看到他说，先假设如果所有座位都用35块售出，那是卖17500块，但实际上其实我们卖了20900块，所以代表说其中有一些座位是多赚的，所以呢，到底多赚多少？多了占3400。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算，可以去猜说那些比较贵的看台，像比如说第一看台是45块，比最低价格多了10块钱嘛。第二看台就是主城是50块，比这个最便宜的35块多了15块钱差价。我们刚刚看到多卖的差价是多卖了3400，如果全部卖最便宜是17500，但是我们现在卖了20900，所以我们多卖了3400。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差价10块的多卖了 A，差价15块的多卖了 B。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数字去带 ，OK？比较简单的数字，假设今天你看它选项有多少，它的选项有100、150、190、210、250、300，就可以先用6个选项里面最小的那个数字先带进去，就会发现说一边是100的话，那带进去之后呢，A 就是190，再去算说如果是190的话，另外一边会是210，刚好有190跟210可以选，这种时候就可以很快的解出来，而不用去做大量的影像计算。所以你看，当我们加上这个条件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变成一个考试中的快速解法，这样就可以方便说，如果你是数学底子比较弱，你想要先学
基本逻辑的，你可以使用高中生能听懂的语气去做比较细致的理解。而如果你是数学本来就比较强的，你想知道我刚刚这道题虽然解对了，可是解得很慢，有没有比较快的方式？或者是虽然你解错了，可是呢，你想要知道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思路不会卡住，你就可以选择用这个方法。就是你要它软化，你要它硬化，你要它简单，你要它进阶，它都可以做到。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想做一件事，我们刚刚不是说吗？来辨认解法只是一回事，来，我们回到刚刚的投影片，我说我们的练习有3种层次，检讨3种层次。辨认解法、辨认题目要考的观念还没有做到，所以我们可以请他去帮我们整理，他到底牵涉到哪些观念？未来什么样的题目，题目里面出现什么特征，我可以用今天看到这道题目的解法。那你可以看到他就帮你整理说，今天这道题目的特色是题目会有个总数，好，然后再来就是它会有多层次的价格设定，然后再来就是这些层次都是有一定的差额，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有额外的数量跟条件。所以未来题目，如果你发现别的题目有这种特征的时候，你可以同样使用这种解法。其实你知道，所有数学强的人都有一个特色，他会很容易去抓题目的特征。你以前去上数学补习班，应该有听过吗？只要所有跟圆有关的题目，几何里面跟圆有关的题目，我们就是把所有他给我们的资讯算回半径。他给我们面积，我们就把面积求回半径，因为半径才能去求到别的东西，比如说周长，比如说体积。比如说他给我们的是周长，我们也是把它求回半径，用这个半径这个东西来去做别的计算。或者是比如说今天你看到像是有些题目考的是速率，或者是考的是利率，好，都有会解题的技巧。所以最关键就是你要看到题目里面出现哪一些关键字，哪一些关键概念，你可以立刻联想到用这种解法，可以帮你去整理未来有题目出现哪些特色的时候，适合使用这种解法。哦，这是很厉害的事情。那更重要的事情是，除了知道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题目在考什么，还有就是怎么去解之外，我们还可以做到什么？还可以做到说，好，去帮我们去做到个人化的练习，去做类似题目的练习。有2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我可以直接请他帮我设计一道变题的题目，等于帮我出一道类似的题，让我可以用同一套解法练习。那这各位就可以看到哈，大家看，他就直接改了一个新的题目，就是把数字改掉，好，整个座位变成600，然后呢 VIP 80，普通区60，经济区50。那么这个时候呢，虽然题目的故事你认得出来，但是呢，因为数字不一样，就可以按照刚刚所给的那个方法，他会给你提示，要你用这些方法重做一遍，这样你就可以去练，做到说不是只有错这一题，你不是只有看完详解，你还可以自己亲自重新动手算一遍。因为之前有很多同学都一直抱怨说，哎，这个官方的 OG 的题目就这么的少哦，官方题目就这么的有限，那我到底要哪里去练新题？可是我很想跟同学强调的是，新题很重要没有错，可是新题不能盲目的找。如果你找到了新题，跟你原本做错的题目逻辑是没什么关系的，其实你也不算是练习。那如果今天我们能够让他去设计一套变题的题目，是不是就可以去真的练习，用同样的解法重做一次？更重要的事情是，来各位，你还可以做一种变化，我再教你一种变化。我们都知道考试前，同学们可能会去找，就是考场上的这个真题的题库嘛，简单叫 JJ 嘛。我知道你们很习惯是把它全部算过一遍，当然很好。但也有一些同学呢，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把它全部算过一遍。那当然，KH 做的很好，是他又把每个题目去标上了这个简单、中等跟难的标示，让你可以去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选择要去练难题还是简单题。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另外一个变化，举个例子，现在我就把这个 JJ 里面这边是10道 JJ 的题目，看到10道考试中的这个题目的回报，我可以用一个指令，请你从下面的题目中找出跟这一题所使用的数学观念所类似的题。那么各位，我们可以看到，它会马上找出来，哎，有一道题目，这一道题目就是跟这道题相似的观念。为什么相似？因为你看有3种差价，这3种钱币就等于我们刚刚讲的3种看台。它考的就是这3种钱币的总额，还有这3种钱币的数量。像这个地方就很像是看台的数量，这地方就很像是所有的看台卖完之后，所有的座位卖完之后的价格，然后加入了额外的条件，请问最后其中一个是几个？所以你就可以去针对相似观念的 JJ 题去做练习，而你做的练习会更逼真，因为这些题目可能就是能出现在你的考试里面。平常做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题，但是又想要去练到额外题目，而且这个额外题目还要是真题的同学可以去使用，它可以直接帮你去连到类似的题。现在我觉得很特别吧？这个地方有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猜你可能以前想过的用法就只是其他解释、解释再解释，但实际上其他解释是没有错，但是呢，如果只有解释太无聊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DI 的
data sufficiency 题，这一题我放在这个地方。原题在说的是说有一个这个就是卖衣服的店，上个5月的营收比起上个4月的营收少了6%。然后呢，这一间商店在上一个5月，它的营收比起上个5月的花费还要大，就是有赚钱啦，收入有大过支出。这间商店上个4月的营收也比上个4月的花费还要大，意思就是4月跟5月都有赚钱，4月跟5月都是当月的营收大于当月的这个支出。这边有多讲一个，就是上个5月的营收其实是比上个4月的营收还要少。那跟你讲说，那请问这间商店上个5月，就是在5月的时候的毛利，就是营收减掉支出，是不是低于4月的毛利？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哈，你在网络上所看到的这些题目哈，一般来说都是只是给你2个条件。为什么？因为 DST 的5个选项都是完全固定的，所以你可能在下指令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东西补上去。因为如果你只给2个条件的话，他会不认得这是 DST，他会以为说就是要真的去算出用2个条件加在一起算出一个答案。好，所以我会建议你放进去的时候就放上这个东西。好，放上这个东西。那你看哦，这个时候我就让他去一次把所有东西都跑完。其实理论上来讲啊，应该一个一个跑会比较好，因为如果你让他一次跑完所有东西，他每一个都不会那么详细，他可能会控制他整个的回复的量。好，所以一次一次跑，他会讲的比较详细，一个一个问题问。好，但是我这边就是为了方便让他一次的跑完。哇，你看这个16秒就跑完，太可怕了，人类真的不能跟他竞争的。那我们先看一下，好，他的答案有没有对？看第一个哈，详细的这个解释，然后最终的正解。你看他解题的方式是对的哦，他解题并没有我们官方所说的解题方式是什么？你不能一开始就考虑2个条件嘛，你要先考虑资讯1，再考虑资讯2，然后呢最后这2个条件绑在一起。那我们看他最后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只有单独第2个条件是可以成立的，这样子有看到哈？我就稍微调整了一下，因为 DST 理论上来讲是不用算出答案，它的文字量也非常少。那很多时候是判断充分或不充分，所以呢，DST 在Dustin 的就是指导里面呢，我通常会帮你设定在一题1.5到2分钟就要解完，因为 DST 是放在 DI 这个科目里面，而 DI 有其他题目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 DST 就不建议你做太久。所以我就会设定说1.5到2分钟里面就可以去解了，就好了。那你可以看到，当我们今天下了这个指令之后，它开始给我们一个快速的解题的捷径，就是可以快速的把去写出关系，然后呢做了毛利的比较，然后给出差值跟判断。它也会告诉我们说有哪些题目适合使用这道题的解法，还有就是给我们辩题题目的设计。有看到哈，这个地方是不是跟刚刚那道题目很像？那你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跟它的提示重新做一遍，你可能会有自己的想法。这是很好的。我跟大家讲，就是跟 AI 互动最棒的点就是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跟他讲，让他去试试看你的想法能不能行得通。你知道传统的教学会有一个问题，很多同学会不敢问，想说 Dustin 是不是会觉得这个问题很蠢，或者是不是 Dustin 就是回我很不耐烦？那我就跟大家讲，这些是纯属谣言。你去问任何一个终结者的同学都知道，Dustin 的讯息绝对是1天之内就会回复，而且不会认为任何一个问题是蠢问题。我从来就没有打回任何一个同学的问题，所以第一个我先讲这个问题是谣言。第二个，我知道有些人就是 I 人，那如果是 I 人的话，那你更适合用 AI。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跟他讲，不用担心他对你有任何的 judgment，他对你个人有任何的 judgment，他也不会生气，他也不会累，他也不会堵拦。我们可以跟他讲，比如说这道题，我还是觉得我看你的解法，你给我讲0.94、0.96，可是我在考试中我就不会，就很讨厌去算小数嘛。考试中我就很讨厌去什么有3个0、2个0啊这种来去做计算。那有没有办法？我想说，那如果我用代数字的话，能不能让这个数字变得好算一点？我可以跟他讲，如果代入简单数字，能不能减少小数繁杂计算？你看，他就跟我们建议，你可以带什么数字，带100或带1000。然后我就说好，那不然这样，你跟我举例带100试看看。那你可以看到，他要举例说，如果带100的话，这样的算法就会很简单，直接少6%就会等于说只有94。那营收必须大于费用，我们可以带入一个合理的数字，比如说选择80，而且计算很简单，那我们可以算出来就会很快，算出76.8。然后呢，这样各自减一下，就可以知道说到底在条件之下是不是有符合。所以呢，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要保持一个概念，就是不要心里面藏着小剧场，算法没有很好，你就是烂了。或者是你的答案你算错了，你就是烂，然后放弃使用 AI。因为台湾人会有这个特性，比如说像 Thread 上面会有那种拍了路人的照片，或者拍了路上一些就是可能比如说用瓶子占位，然后就回家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啊？我今天受委屈了。那我每次看到都觉得说不是啊，我没有这么哀吗？你觉得这东西不合理，
你觉得这个东西它的有问题，你就跟他讲就好，你跟他沟通就好，你也不用跟他打架，跟他起冲突，就好好的讲就可以了。那台湾人就是有这个特性，就是不敢讲，心里面小剧场太多。那我就请你在面对 AI 的时候，把这个小剧场拿掉。你觉得它的算法不够有效率，你想要让他问他有你的方法可不可以试试看，你就跟他问。你觉得他用0.94、0.96这个太奇怪了，能不能用你的方法去做？你就直接问他，好不好？他就可以示范给你看。然后如果你发现，哎，他示范之后也一样解得出答案来的话，那很好，你的方法被 approve，而且这时候就不是只有你在学他的东西，而是你跟他合作产生了一种新的算法。你看，我们跟他沟通所讲的态度就是讲这个东西，态度就是不要觉得你是来考他的，也不要觉得你只是单纯交办任务让他做的，而是你要跟他成为伙伴。你觉得有什么东西还可以调整，你直接跟他讲，不要觉得好像就是他做错了一点，或他做的不如你人意，就放弃他，然后默默在网络上发文说，哎，其实那个最新的 AI 也没有很好用啊，你看他连这个都会解错。以上就是我刚刚讲数学的部分。